绝世唐门第45集预告解析：史莱克与日月皇家魂导学院的个人赛开启，孟红尘1传2，第3场打戴华冰。戴华冰靠着强大魂帝修为以及魂骨技能力挽狂澜，最终个人赛是史莱克学院胜利。接下来是223战法马小桃直接1挑2迎战马如龙和萧夏风。先点赞后观看，人生必定更灿烂。个人赛前2场需30完成1传2壮举，接下来就是第3场，也就是贝贝迎战陈安。那么陈安是谁？他是陈飞的兄弟，武魂也是闪鸟。陈安是净体魂导师，修为还比贝贝高，更是有着6级魂导器。不过贝贝可是唐门大师兄，掌握多种唐门功法，还有各种唐门暗器，在这里用上子母追魂夺命胆，最终打败陈安。不到15岁的年纪就已经是5环魂王，可见孟红尘拿到了多少资源和吃下了多少天才地宝。孟红尘从实力上来说，可不比萧红尘弱，他更加注重武魂修炼。那么孟红尘的武魂是什么？其实就是极北顶级魂兽之一的朱擎冰蝉，这可是冰火双属性的魂兽，还是剧毒。贝贝对上之人就是孟红尘。原本贝贝也知道自己不可能打得赢孟红尘，他只有4环，就算动用光明圣龙的力量，也不可能获胜。可是孟红尘太强，只用剧毒就让贝贝在几个呼吸之间倒下，后面也完全丧失继续战斗的能力。接下来就是对上林洛尘，林洛尘也是5环魂王，同样是冰属性魂师，可是林洛尘的冰最低只有零下80度，从武魂上来说还是不如孟红尘。不过林洛尘还算厉害，起码跟孟红尘打了10分钟，最终才落败。因为孟红尘的特殊属性剧毒没办法克制。戴华冰虽然有顶级兽武魂白虎，可是只能坚持更长时间而已。另外孟红尘身上可是有8阶和7阶魂导器，这就难以被解决。不过戴华冰也有他厉害的地方，因为是64级魂师，而且是强攻系战魂师，爆发起来那破坏力是极强，加上魂骨技能可以抵挡孟红尘的杀招，最终戴华冰才有机会解决孟红尘。如果没有天煞斗罗黄金絮阻止，戴华冰就会撕碎孟红尘。这一战如果没有戴华冰拿下，那后面的223战法基本不用打。所以戴华冰是力挽狂澜之人，也因为他拿下了孟红尘，加上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人数，最终到这里是1平1负的战绩。这一战持续的时间很长，接下来的战斗就是223战法。日月皇家魂导学院为何放弃个人赛？那是因为他们知道这样会更有利于223战法的获胜。史莱克学院只剩下马小桃、霍雨浩、王东和菜头能战斗，潇潇还没有恢复完全。日月战队在等待孟红尘和夏红尘恢复，只要他们拿下前2场的1场，就能拿下冠军。所以第1场马小桃主动请缨，而且是1个人对上马如龙和萧夏风。第1场是最多可以派出2人，并不是一定要2人，所以马小桃决定1挑2，也是为了给王东和霍雨浩创造机会。这一战也没那么容易，马如龙有8级魂导器审判之剑和7级魂导器祭奠之章，马小桃在这里还会迎来武魂变异。以上就是第45集预告的全部内容解析完毕，这一集会很精彩。不过史莱克学院还是能战胜日月皇家学院。我是小红，感谢收看，记得点赞视频、订阅频道，我们下期再会。